高考发挥超常怒超校花，702分，成为全省第一。校花嘲笑我分考的高又怎么样？该穷还是穷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看见全市最高的那栋办公大楼了吗？那是我家的。就连你爸开的那辆迈巴赫也是我家的。高考分数刚出来，我失恋了。我看着手机聊天页面上许白那嘲讽的分手消息，气得我想要化身贞子，顺着网线去取他狗命。一个688，一个692，你们俩这稳上北大呀？班级群里热闹一片，99加消息闪烁不停闪烁着，所有人都在祝贺许白和陈真真，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羡慕他俩再能在北大双宿双飞。你们有谁知道钱多多考了多少分吧？谁关心他呀？就他那个常年全校垫底的成绩，能考上大专就要烧香拜佛了，说明现在已经准备进厂打工了。我看着聊天界面不断跳出来的冷嘲热讽，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每当陈真真被人夸一句，那么总会有一群陈真真的舔狗团要上来咬我一口。看着手机上没有分数没有排名的查询页面，我默默关上手机。忽然我的手机一震，是我爸的电话。闺女查到成绩了吗？我简单嗯了声，声音有些沉重，似乎是听到我的情绪不好。我爸料定我没有考好，于是沉默了一阵之后开口安慰道，没事啊闺女，大不了咱们再奋斗1年，不考了吧，我已经选好学校了，就我这成绩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了。我爸叹了口气，似乎认命了，无奈地问我是哪所学校，他好提前帮我打点。我沉吟了片刻，慢悠悠地开口道，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。成绩出来的第2天，班长发消息让我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。刚一进班，所有人的视线就齐刷刷地看向我，随后一阵嬉笑。钱多多，你查成绩了吗？怎么样，分数够不够上大专？陈真真的第一狗腿站在他身后，讥笑着等着看我笑话。不止他一个人，所有的同学都向我投来的讽刺的目光，看着我的眼神就如同在看泥坑里的烂泥。人人都说还没出柜子，怎么就你钱多都格外不一样，家里又穷成绩又差，就是个进厂搬砖的命。至少我长得比你好看，不像某些人长得又丑嘴巴又臭，一辈子都只能当人家的舔狗。没想过我会反击，说话的人顿时憋得满脸通红，想要上前跟我对骂，却被陈真真抓住了胳膊。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多多没有考好，心里肯定也很难受，大家都少说几句吧，毕竟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。我看着陈真真，只觉得面前好大一朵白莲花，放任疯狗咬人，最后自己出面阻止博名声。他用这样的手段将自己成功包装，成立一个家境殷实、善良、美丽大方的天使。所有人提起陈真真，都会由衷的感叹一声，长得好看，成绩也好，是当之无愧的笑话。反观和他长相分庭抗争的我，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陈真真有多么美好，我就有多么差劲。多多，你手上戴的那个肘子，我好像之前没见你戴过，没完了是吧？我刚要坐下，陈真真就要开始作妖，我没理她，毕竟美女从不跟丑人争高低。哎，真真，你手上这个玉镯是新买的吧？怎么之前都没见你戴过？我不接茬，不代表没人接茬，舔狗团们从不让我失望。陈真真微微一笑，扬起手上的这个镯子，缓缓道，这个镯子是我爸看我考得不错，奖励我的礼物，不值什么钱的。哪有玉不值钱的？这个镯子应该很贵吧？有人凑了上去，看着陈真真手上的翠绿的镯子，不停地感叹。陈真真只是笑着摆摆手，说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将话头转到了我这里。陈真真舔狗团向来撑得起我，钱多多，你手上那个镯子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一天到晚学我们真真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本，就是血人精，不要脸。我看了眼手上的镯子，又远远的瞧了一眼陈真真手上的镯子，笑死。那镯子俩我家保姆都不戴，况且有拿帝王绿翠翠和普通玉比的吧？我觉得我手上的北京 CBB 套房受到了侮辱。怎么，他陈真真戴了玉，敌人就不能戴？那是不是他穿了衣服，所有人是不是都只能光着身子上街？我发了个白眼，成功惹怒了一种舔狗团，见说不过我，有人想要上手来抢我的玉。陈真真在一旁冷眼看着，没有丝毫要阻止的意思。几个人一起上前，我阻拦不及，被人一把将我手腕上的镯子扒了下来。领头的女生拿着我的玉镯，站在椅子上，嬉笑着把镯子举过头顶，笑着道，快看，钱多多的假镯子。钱多多，既然是个假的，我要不帮你摔了吧？那女生做事要将镯子丢下去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要抢，可我却双手抱枪，出奇的淡定，你随意，反正这镯子也不贵，北京 CBD 套房而已。我话一刚落，人群之中便爆发出一阵笑声，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气急了再说胡话。毕竟高中3年，几乎全校都知道我家住在乡下，靠着几亩果园养家糊口，穷得叮当响。钱多多，你是不是考得太差，看到成绩受刺激了？就你还北京一套房，这镯子要是真的，我当场把这镯子给吃了。拿着我镯子的人耀武扬威，丝毫不相信我对他的警告。所有人一句接着一句的嘲讽，甚至有人起哄，让他现在就摔掉镯子。这时，人群里一个一直没有说话的男生盯着我的镯子，缓缓开口道，等等，这镯子好像是真的。说这话的人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陈卓，趁人的女生愣神，陈卓一把从他手中夺过镯子，小心端详之后道，没有好像，这镯子就是真的。陈卓家是开金玉店的，每天和玉打交道，家境很好，他说的话没人会不信。陈卓，是不是你看错了？这镯子怎么可能是真的？那女生不死心，立刻追问道。陈卓看着他皱了皱眉，似乎有些不耐烦，你是在怀疑我吗？说完，他将手中的玉镯递给了我，我接过玉镯倒了生血，
却发现他的眼神看着我上下打量，就算是真的，肯定也值不了几个钱。见自己被打脸，那女生不服气的都浪着。我拿着镯子走了过去，将镯子递到她面前，是干吃还是直接吞？要不我帮你沾点醋。那女生对我气得满脸通红，憋了半天憋出了个女字，行了，开个玩笑而已，多多你别太过分。陈真真又及时站得出来，展现着自己的善良。我勾了勾嘴角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镯子戴到手上，扬声道，也对，你吃不起。那女生被气得跳脚，却拿我无可奈何。回到座位上，陈卓坐到了在我旁边的位置，我其实挺诧异，陈卓居然会帮我解围。我对陈卓的印象不算很深，毕竟3年都没说过几句话。作为全校唯一能和许白并列称为双校草的人，陈卓无论是从长相还是家世，甚至连学习成绩都称得上是优秀，就是平日总冷这个脸，沉默寡言的。我对他唯一的印象是曾经在我被那群舔狗为难时，陈卓替我解过一次围，总之是个好人。钱多多，你家其实很有钱对吧？他忽然开口，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，仿佛把我直接看穿，居然被人看穿了。我看着他的口气，不装了，摊牌了。我只想窗外那栋全是标志性的高楼，对他认真道，看见那栋大楼了吗？其实那是我家的。空气之中仿佛飘了一种名为沉默的气息，我甚至可以听见头顶飘过几只乌鸦叫的正欢。呵呵，我感觉自己被赤裸裸的嘲讽了。班主任招呼我们去拍毕业照，刚一下教学楼，便看见2辆车，写着某某市电视台的车，停在校门口，车上的人扛着长枪短炮，从车上下来。校长站在门口亲自迎接，看上去阵仗十足。真真，肯定是电视台来采访清北路区生的，你要上电视了。陈真真身边的狗腿笑着拍了拍陈真真的肩膀，哪有，咱们学校靠上清北的又不止我一个人。陈真真笑着摆了摆手，嘴巴上说着谦虚，可实际上已经开始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。对，还有许白，你们俩金童玉女一起上电视，简直羡上旁人。那女生话音刚落，许白便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，来到陈真真身边，拉住了她的手。校长让我来接受采访，真真，咱们一起去吧。许白含情脉脉看得陈真真，俊男靓女站在一起十分抢眼。我站在人群当中，看着这对金童玉女发了的白眼。许白这渣男，昨天刚跟我分手，今天直接无缝衔接。当初说好一起考清华，可是谁知道转头就和陈真真选了北大，还嘲笑我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当初只是跟我玩玩，转头将我拉黑，狗渣男，祝你俩这辈子锁死。电视台的记者整理好设备，便往人群当中走。校领导领着2人上前接受采访，陈真真的脸上挂着温婉的笑语，顿时让另一个记者眼前一亮。所有人看着被采访的2人都艳羡不已。就在这时，校门口又来了好几辆车，车刚停稳，10几个人便扛着更加专业的设备冲了下来。校长站在门口笑领迎接，十分客气的将人引了过来。那阵仗，不知道以为是哪个明星来学校走红毯了。陈真真已经接受完采访，看到这阵仗，顿时脸上一袭，身边的人也开始起哄。真真，你和许白要红了，看这阵仗，肯定不止一个电视台要来采访你们呢。我站在一旁，理了理衣服，瞟了他眼。陈真真已经拿出镜子开始补妆，似乎是从镜子里瞥见我正在整理衣服，顿时笑出了声。多多，你说电视台会不会是来采访你的？毕竟也不能让大家看到，写正面榜样，偶尔也要播反面教材嘛。哈哈，陈真真话落，无数人都开始爆笑，我没有理会，只是依旧自顾自的在整理衣服。忽然，一只手伸到了我的头顶，有片叶子，陈周将那片落在我头顶上的叶子拿掉，随后自己也理了理衣服。众人正笑着，校长已经领了一名打扮讲究、妆容精致的记者走了过来。陈真真和许白满脸微笑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上前，准备接受采访。记者姐姐，你们远道来辛苦了。陈真真上前笑着打招呼，女记者也朝她笑了笑，随后礼貌开口道，不辛苦。陈真真与许白已经站在那处，朝她伸出手，等着摄影机对准自己。可谁知道，那女记者却看着2人愣了愣，随后互联反应过来，满脸喜庆的笑着道，你们应该就是钱多多同学和陈周同学吧？我们是某某电视台的记者，专门从外地赶过来采访你们的。你们学校还真是厉害，一个学校包揽了2个第一，这个真是双喜临门。空气之中出现了片刻的安静，众人都睁大了眼睛，惊得下巴快要掉下来。陈真真和许白站在原地，浑身僵硬，伸出去的手就那样尴尬的停留在空中。你们弄错了吧？听到陈卓的名字，许白皱了这枚眉头，最先反应了过来。谁不知道他和陈卓是出了名的不对头，就是刚刚那个电视台还采访过我们。我们不是来采访清北大学生的吗？陈真真满脸苍白，声音也高了几度。女记者皱起了眉头，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悦。这位同学，我说很清楚，我们是来采访全省并列第一的2位同学的，而且刚刚来采访你们的是区电视台，我们是省级地方电视台。所有人都被震惊在了原地，陈真真和许白更是满脸菜色。并列第一，我看向陈卓，没想到我和他居然考了同样的分数，这种情况可不多见。女记者有些不耐烦，看向一旁的校长徐校长，你没有告诉那2名学生说今天要接受采访吗？徐校长一愣，看向了一旁的主任，主任也愣住了，看向了一旁的班主任，班主任回过神，立刻从人群之中拽出了我和陈卓，朗声道，这儿，他们2个人在这儿。我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，和陈卓一起被推到记者前，
那记者看见我两人，顿时眼睛放光，立刻让摄影机对准了我，真是俊男靓女，你们不仅学习成绩好，长得也这么好看。你记者一顿天花乱坠，这时校门口又开进几辆车，车门一打开，几人争先恐后的跑了过来。那正常像极了超市抢鸡蛋的大妈，我和陈舟正对着镜头回答记者的提问，便看见几人朝着我们两个人冲了过来，其中一个前先一步上前，直接起开的女记者对着我说道，是钱多多同学和陈舟同学吧？我们是清华招生办的，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能够来我校学习。北大教授不甘落后，满脸期盼的笑吟吟道，同学，我们北大特别需要你的加入，只要你愿意来北大学习，你的一切困难我们都可以帮你摆平，你们弄错了吧？陈卓成绩好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可钱多多家那么穷，况且他常念垫底，怎么可能会是文科状元？陈真真着急的冲了出来，怎么可能弄错呢？成绩刚出来我们就知道了，钱多多同学和陈卓同学一样，都是702分，全省并列第一。清华大学的教授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，显然对这份质疑有些不满。北大教授抢先一步反应了过来，大手一拍，乐呵道后激勃发奋起直追，钱多多同学，我们很需要像你这种有着无限潜力的人才，家里穷不要紧，我们北大可以给你学费全免，还能给你申请国家奖学金，保证你没有后顾之忧。我们清华也可以给你免学费，只要你能来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好好的一场采访，变成了两校的大型抢夺战，你记者拍得不亦乐乎，高兴地说，电视台之月的热点肯定能火爆全网。同学，给个话吧，你选哪所学校？我选清华，我没有丝毫犹豫。清华的教授高兴得直跺脚，北大的教授心不甘情不愿地问我为什么，那眼神像极了被渣男抛弃的原配妻子。因为我前男友去了北大，我微笑地看向了站在一旁面如菜色的许白，众人一时间心中了然。北大的教授顺着我的视线望了过去，看着许白的眼神之中多了几分幽怨。我在校长主任和班主任的操用之下，将我俩送出校门。校长拍着我和陈卓的肩膀，差点落泪，说我俩微笑真光是学校的荣耀。我和陈卓在一众家长和同学艳羡的目光下走出校门，方才对着我讥讽的同学，顿时看着我沉默不语，眼神是说不出的复杂。考得好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一样家里穷？笑话身边的狗腿说话了。我都不忍心戳穿他说这句话时不自然的表情和抽搐的嘴角，那副明明很嫉妒但非要硬撑着嘲讽我的样子，真的很滑稽。别这么说，说不定多多可以凭借知识改变命运的。陈真真恢复了从容的表情，如果不看他有些僵硬的嘴角，他的确很从容。就算从清华毕业了又怎么样？说不定以后还要给真真你家打工呢。真真脸上的僵硬稍稍有所缓和，随后看着我笑着说，也对，毕竟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。真真真说完，一辆迈巴赫便停在了他的面前，他撩起了耳边的头发，动作优雅贵气，看着众人道，我爸爸来接我了，我就先走了，好不容易结束高考，过几天大家一起来我家的度假山庄玩吧，我把地址发在群里，大家一起来哦。说完，他打开车门上车，在一众同学艳羡的目光下，坐上迈巴赫绝尘去。真羡慕真真啊，家里又有钱，长得好看，成绩也好，不像某些人，就算是全省状元又怎么样，毕了一业估计也混不出什么名堂。众人在拉踩声中结伴离去，没人注意到我站在路边看着那已经没影罗的迈巴赫，满脸黑线，我应该没有认错。那辆迈巴赫好像是我家的车，回到家里还没进村门呢，就听见村门口一阵敲锣打鼓。我爸和我奶拉这个横幅等在村门口，看着横幅上我说大的名字，我的脚趾已经在地上扣出了一个梦幻芭比大豪宅。姑娘，你真是能给你爸争光，全省状元啊！刚刚电视台在咱家采访了，村委会也给咱家发了奖金，说要把你这个全省状元的光荣史，一天3次，一次2个小时的循环播放。我爸兴奋的一把抱住了我，大手骄傲的拍着我的后背，差点把我刚吃进去的午饭给我拍出来。我爸告诉我，他一开始在网上查那什么五道口职业技术学校时手都是颤抖的，直到搜索页面跳出清华大学的页面，他差点下了没把电脑给砸了。我把北京那边的房子给你准备好了，市中心5套房子你随便挑随便住。我爸大手一挥，直接将钥匙摆在我的面前。但是现在我关心的却不是这个，我围着我家4层高乡村小别墅前后转了一圈，随后看着我爸问道，爸，你那辆黑白拼色的迈巴赫去哪了？我爸似乎也有些茫然，想不想看着我道，我看着陈阿姨出去买菜的那辆代步的奔驰有些久了，就把那辆车给她开了。怎么了？你要是想要车，爸给你买辆兰博基尼。我做了重眉，陈阿姨是我们家保姆，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家里做工了。她早年离婚，带着2个孩子，现在的2个哥哥都已经在我家的照应下，在美国事业有成。我了解陈阿姨的人品，陈阿姨重人严谨的很，一个人将2个孩子教育的很好，绝对不会做出将车子借出去不打招呼的事情。爸，陈阿姨现在在家吗？不啊，陈阿姨前2天跟我请假，飞去美国看她儿子。我爸似乎看出这其中有事，又开口立刻询问道，宝贝啊，到底怎么了？我抿着唇看着我爸，道爸，我今天在校门口看到咱俩那辆迈巴赫了，我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我爸。我爸听完，只是默默掏出手机给陈阿姨打个电话。陈阿姨跟我爸讲，她前2天出过钱，将那辆迈巴赫送去了 Slice Dine 护理，因为人在美国回不来，所以就让自己的弟弟帮他去 Slice 店将车送了回去。我爸挂了电话，我们父女2人自然对陈阿姨很信任，对她说的这些话更是深信不疑，所以现在真相已经很明显了。陈阿姨的弟弟是陈阿姨唯一的亲弟弟，早些年无所事事，不学无术，后在陈阿姨看不下去，就将拜托我爸给他安排一份工作。我从前曾经见过他一面，依稀记得这个人好像现在在我家旗下的一家度假村里。
混上了经理的位置吧。正想着，兜里的手机忽然一震，我掏出手机点开一看，微信的班级群里，陈真真已经将度假村的地址发在了群里。我点开定位，看着定位显示的公里数上，离我家不过1公里的数字，呵呵一笑，好家伙，头家偷到我头上来了。陈真真她到底是怎么敢的？这度假村也是我家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骑着我奶的老年代步车前往了度假村。见我开着老年代步车出现，班上众人顿时哄堂大笑，又开始忍不住出言嘲讽。钱多多，你丢不丢人啊？你都不会看看这里是哪的，能在这里出入的都是上等人，真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。就是听说这里是有钱人的疗养院呢，看看这规模，要不是真真，有些人怕是这辈子也没有资格来这吧。这群人的是得不说话就会死的绝症吗？就这儿还高档，就离谱，我都不忍心告诉他们，这已经是我家规模最差的度假村了。当初建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村里的那些老人没事来这解解闷的。小姐，我们见一个穿着西服的服务员走了过来，我直接顺手将代步车的钥匙放到了他手里，帮我停好车，谢谢。众人见我这样可笑的举动，顿时又嗤笑出声。陈晨晨的眼中看着我露出一抹潮意，随后从自己的手提包中拿出一张100元的大钞，放到了服务员小哥哥的手里。多多，在这样服务员帮忙停车是需要给小费的，不过你可能第一次来这不清楚规矩，我帮你给了吧。陈真真又来借着自己所谓的好心钱来拉踩，一个举动将她的优雅高贵衬托得高高在上，将我衬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乡下来喊吗？真是丢脸。许白走了过来，揽住了陈真真的腰，嫌弃的瞥了我一眼，看着将自己衬托的高高在上的两人，我顿时觉得有些好笑。我怎么不知道我家度假村里还有这种规矩？陈真真当仗是什么？米其林3星餐厅吗？在这个我找优越感呢？我看他俩人不爽很久了，他俩有病吧？陈卓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，双手环胸，满脸嫌弃的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后来看着陈卓眸光一闪，眯着眼睛神秘细细的对他道：骚年，想不想看一出打脸大戏？真真，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随便玩吗？看着度假村里豪华的装修，处处透露着奢侈2个字，一群学生眼中直放光。之前我爸同事请我们一家来这里玩过一次，最低消费都要7、8万呢。咱们这么多人，怎么说一天都要10多万吧？众人期许的目光奇怪的聚集在陈真真的身上，这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。他挽着许白的胳膊，笑得灿烂，都是一些小钱，不算什么的，大家随便玩，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由我来买单。众人一阵欢呼，纷纷称赞陈真真的大方。见我迟迟没有说话，陈真真忽然上前挽住了我的胳膊，轻易的拉着我，指着不远处的那片高尔夫球场说道：真真，我们一起去打高尔夫吧，不会打也不要紧，我教你，提前开眼界，对你上大学也有帮助的。看着他一反常态的样子，我属于无语了。我会不会打高尔夫跟我上大学有什么关系？清华的哪条校规上写了，不允许不会打高尔夫的人入学了？陈真真拽着我来到高尔夫球场，身后自然跟了一群小看我笑话的家伙。多么好的拉踩机会啊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放过呢？真真，你看着，其实高尔夫很简单的。陈真真拿出高尔夫球杆，故意摆出姿势，一杆挥了出去，白色的球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抛物线，随后落在地上滚了一会儿，停在了洞口。一群同学连忙拍手惊叹，称赞陈真真的姿势真标准。哪里有，球还没进洞呢。他摆了摆手，随后又打了几杆，又是一球也没中。但这丝毫不影响众人对他的吹捧，只是那变流的击球姿势，一看就知道他刚学不久，也只能迷惑外行人。忽然他看向我，多多，看了这么久，应该很无聊吧？要不你也来打几杆？陈真真说着，将手中的杆子递给了我。你确定要我打？我双手还凶抹脸，漫不经心的看着他。陈真真，我接过他手中的球杆，自然也看出了陈真真眼底那抹从容自若的不屑。他显然想让我在所有人面前出丑，丢人现眼。你还真敢啊！钱多多，你以为高尔夫光看就可以看会啊？而且就算你看会了，以后恐怕也没有机会打吧？看我接过高尔夫球杆，陈真真身边的狗腿顿时狗叫了起来。钱多多，你能不能不要什么事都要逞强？你和真真有可必性吧？许白皱眉看着我，将我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同陈真真之间的攀比。我看也没有看他眼，嘴角扯出一抹自信的笑意，随后摆出标准的技术姿势，挥动球拍。陈真真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白色的球如同流星一般被打击到了空中，落地之后滚落几米，最终滚进了洞里。原本吵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我转头看向身边笑容僵硬的陈真真，眼神之中满是挑衅。还蛮容易的。陈真真嘴角抽搐了几下，牵强道：多多，你运气真好，就是走了一次狗屎运而已。你的得意是什么？这些无脑的叫嚣听了我耳朵都快要起茧。我掏了掏耳朵，挑了挑眉，接着又是几杆，杠杆进洞，球场上一片安静。一次是运气，二次是警力，第三次第四次那可就是实力了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某些人还一次都打不进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有脸在这炫耀的。我将球杆的给陈真真，陈真真看着我的眼里，除了震惊剩余的，还有愤怒和嫉恨。有什么好炫耀的？真真别跟这种人生气，咱们一起去那边玩吧。就是我们一起去泡温泉，别理会这种垃圾。两个女生一走一路围了上来，
陈真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现在被我打脸打得生疼，却又不能在人前撕毁自己树立许久的形象，只能任由2个女生将自己拽走，一步3回头的瞪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我翻了白眼，明明就是他先找的茬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做什么10个不赦的事情。许白周了没走过来，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高尔夫球杆丢到了一边，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垃圾桶里的垃圾。钱多多，你可真是让我觉得恶心，处处和真真作对有意思吗？你以为成为全省状元考上清华能够改变些什么吗？你不就是想要引起我对你注意吗？我告诉你，门也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跟你在一起只是玩玩而已，我对真真才是真爱。我忘了许白，只觉得正男的怕不是脑子有毛病，我当初怎么就瞎眼看上这样一个脑子打铁的王八蛋？你简直好大的脸，流往自己那38码的脸上贴金了，你那张脸就跟茅坑里的粪一样，让我看我恶心。你也就能吸引下粪坑边的苍蝇。我冷吭一声，上下打扰着许白又发了的白眼，你赶紧和陈真真锁死，就你俩一个茅坑里的粪，一个粪坑边的苍蝇，你俩天生一段。说完我无视许白那张气得通红的脸，转身离开，回到大厅。陈真真恢复了先前的那般从容，招呼着大家去饭厅吃饭。吃完饭，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去 KTV 里唱歌，却忽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，还有一人惊叫的声音。我回头一看，发现摆在饭厅柜子上的一个瓷瓶倒在地上4分5裂，站在碎瓷瓶旁边的男生显然有些慌张，看着陈真真搀身开口道：怎么办啊，真真，我刚刚不小心把这瓷瓶碰倒了，这个瓷瓶不会很贵吧？瓷瓶碎裂的声音引来了一个身着西服的男人，那男人有些微胖，那张脸同陈真真有3分相似。陈真真见的男人前来，脸上顿时一息，随后立刻跑了过去，兴奋地喊了一声爸爸。男人脸上露出笑容，摸了摸陈真真的脑袋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听说只是摔破了一个瓷瓶过后，他笑着摆了摆手，说不知几个钱，没事的，都说了今天大家的消费我来买单，一个瓶子而已，不碍事的。那个男生连连道谢，众人也纷纷称赞陈真真父女2人真是阔气。只有我握着筷子，看着那满地的碎瓷片，心里正在滴血。那对古董瓶子是前段时间我爷爷从潘太行搬回来的珍品，一共是1段，现在一摔了，另一个也就不值钱了。到底是谁把这段古董瓶子放在这里的？不管是谁，今天这事都不会结束的这么简单。走到角落，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众人已经出了饭厅，决定去外面的网球场打打球消失。陈真真和陈父走在最前面，父女2人在同学羡慕的追捧之下昂得脑袋，像极了2只孔雀。穿过大厅，众人正打算往外走，却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瘦高的男人，领着一重穿着制服的服务生走了进来。领头的那男人看着乌泱泱的一众人，忽然皱紧了眉头，随后看向了最前面的陈父。陈父看见男人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，方才还扬起的脑袋瞬间低了下来，眼神也有些飘忽。您怎么来了？陈父微微弄上前几步，对着领头的人小声说道。领头的男人看着他冷哼了一声，随后皱眉道：大小姐要来视察度假村，我作为总经理，当然要亲自接待。陈真真还未弄明白这是什么情况，还以为这是自家父亲安排的一环，顿时脸上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。真真，这个大小姐就是你吧？许白上前看着陈真真满眼放光，在众人眼线的目光之中，陈真真的脑袋抬得更高。可下一秒，领头那位男人忽然笑出声：胡说什么？我们度假村隶属钱氏企业，我们大小姐怎么可能姓陈？总经理一番不屑的话语，像是一巴掌，狠狠地打在了陈真真的脸上。陈真真的笑容瞬间沉了下来，看着面前的男人不悦道：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难道不是我爸安排的人吗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是这个度假村的总经理，怎可能是你爸安排的人？总经理眼神一瞥，就是这一瞥正好看见了站在人群之中的我，他脸上不屑的表情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，取而代之的是眼前一亮的惊喜。大小姐，您说您要来，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带人在门口亲自迎接你呀？总经理大步朝我走来，停在我的面前，满脸阴气。一瞬间，我立刻成为了人群之中的焦点，怀疑、震惊、诧异，各式各样的眼光全部聚集在了我的身上。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你看我不爽，但是你也不用雇人来打我的脸吧？陈真真依旧没有弄清楚现代的状况，依旧认为我是故意挑在今天下他的面子。我哼笑一声，走到他面前对他道：我不像你，你是真虚荣，而我是爱装穷。我的确是住在乡下，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家有钱。我们家祖辈是从乡下最贫穷的小乡村走出去的，发达之后他们并没有忘记这片曾经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，捐钱回乡修路建房，带着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。我爸从小就告诉我，做人要低调，不能忘本。我们家的祖训也告诫我们要诚信做事，低调做人。所以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爸是谁，也从来不同任何人说我是钱氏企业的大小姐。反正人问起来，我都只说我来自乡下，可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我家很穷，一切都是这群人自己想出来的事情罢了。陈叔，上次同你见面好像还是3年前吧？我看向一旁的陈父，他看着我咽了咽口水，蓝连缠道：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瞥了一眼面色惨白的陈真真，真可怜，被人当众打脸。不过这一切可都是他自找的，我不来怎么知道我钱家度假村改姓陈了？陈叔，我爸的车子开得还顺手吧？我嘴角带笑，可眼神确实冷面一片。陈父浑身一抖，差点没给我跪下来。我朝他伸出手，让他把车钥匙交出来。他擅长微微双手将车钥匙交给我。我看着他一字一顿道：不经过他人同意就擅自开走车子，你这种行为叫做偷。
还有是谁让你擅自把度假村清场当成私有东西的？我爸当初看在你是陈阿姨弟弟的份上，给了你一份工作，可你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年你仗着你这个经理的身份，捞了多少油水。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说什么，那是看在陈阿姨的面上不和你计较。陈父满脸惨白，同陈真真一样一动不动。我让总经理清算今天所有人的消费，一共是135300，我将账单放到了两人面前。陈父称长微微的接过账单，他原本想着今天总经理不在，借着自己经理的身份帮自家女儿撑撑场子，之后再找个由头随便报一笔账，将今天的消费全部补上。可谁知道你被开除了，现在请你结清这些账单，然后收拾东西离开。我还凶毫不留情地说道，你凭什么开除我爸爸？陈真真紧咬着下唇，愤恨地盯着我，似乎我是坏人，而他受了委屈，凭我是前世的大小姐，未来前世的接班人。我朝着他逼近了一步，掉到没到？我差点忘了，刚才有人打碎的那个股东瓶子，你说你赔来着，那个瓶子是一段，一起一共180万，现在一个摔碎了，另一个也就不值钱了，所以现在你要付的不止这135300，而是19850003。陈真真吓了一屁股，摔倒在地上，他身边两个狗腿早就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看戏去了，生怕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，众人顿时一哄而散。原先位在陈真真身边的那群狗腿更是跑得比谁都快，你这个汉人精！陈父一巴掌扇到了陈真真的脸上，陈真真捂着脸嚎啕大哭。他是真的不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，现在就算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陈父丢了工作，还要承担一大笔天价赔偿，程家卖了房子，但这钱依旧不够，无奈之下，陈父想要找到陈阿姨求情，可陈阿姨听说这事之后，就直接给我爸请了长假，待在美国一待就是半年，让他自己承担后果。许白在从度假村回去的第二天，就发微信同我道歉，话里话外都是想要再去前缘，可却被我转手拉黑。至于陈真真，因为家中欠的巨债，那张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被陈父撕得粉碎，连夜送他进城打工赚钱还债。2个月之后，我站在清华大学校门口，同乘着大眼瞪小眼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抽了抽嘴角，我还以为这家伙会去北大。陈周拿过我手中的箱子，乱不经心的打个哈欠，一双桃花眼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朝我吵没笑。我来抱大腿，全问完解。